点击开始。嘿，大家好，我是悟空。前几天呢，我买了一台路由器，就是 GL 的 MT6000。那这台路由器它的一个首发价格呢是659，现在已经买了大概1周左右的时间了。这个价格怎么说呢？属于那种前有狼后有虎的那种类型吧。就是比它便宜的，比如说这个中兴的 HR3000 Pro Plus 299，那基本上这台路由器可以买2台了。再有就是比它贵一些，或者跟它价格持平的，还有小米的600 Pro， 还有小米的R7000。还有这个华硕天选系列啊，无论是从这个价格上，还是从品牌的知名度上来讲呢 ，GL 这个路由器它都不占优势。那为什么这个 GL 路由器发展到今天为止已经10几年了，还是屹立不倒呢？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有它的独到之处了。好，那下面就不卖关子了，我先简单说一下我这1周关于这个路由器的使用感受，以及我总结这个路由器它的一些特点。如果你家里面是100平，或者说120平之内的，那我个人觉得一台路由器就这样了，绝对是够了。就是哪怕边边角角的地方可能这个网速不尽如人意，但是基本上每个角落都能覆盖到。但是如果说你现在是一个大户型，比如说超过160平的大平层，或者是这种上下层的复式，那这一台肯定不够啊，负责任的说肯定不够。那么一般大户型呢，我们都采用这个 Mesh 组网的一个策略，但是这台路由器呢，目前它没有这个 Mesh 组网功能，也就是说你买2台也是没有用的。我不太清楚厂商是怎么想的哈，我个人觉得这个 Mesh 组网还是非常关键的，它不支持是非常遗憾的，也算是目前这个阶段是一个缺点吧。当然我不太清楚后期会不会通过固件升级的方式加入这个 Mesh 组网的功能，反正现阶段是没有这个功能的。那另外呢，这个路由器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它非常的容易扩展，就是比如说你安装第三方的软件呢，随便装，你不需要说考虑怎么刷机啊，还有怎么解锁 SSH 都不需要，因为这款路由器它实际上就是根据原生的 OP 开发的，所以说 OP 有的一些特性它都具备，那这一点还是非常友好的。比如说你可以安装一个第三方的应用商店，然后在应用商店里面下载你喜欢的一些应用，当然这个可能也需要一点小技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我可能把那个技巧的视频单独出一个视频。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路由器，我发现它的这个内核版本由之前的 5.4 升级到了 5.15。如果你非常熟悉软路由，就知道其实 5.15 这个内核版本呢，是在软路由上非常常见的一个内核版本。这意味着有可能它的这个软件仓库，或者说它的兼容性可能会更好一些。那这个路由器到底适合谁呢？我个人觉得可能比较适合那种，比如说你现在已经有这个软路由了，你想精简一下家里的设备数量，不想用软路由了，想这个软路由跟硬路由2合1，那我觉得这款呢算是你的备选方案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这个路由器跟传统路由器还是有一些明显区别的，比如说它的内存是传统路由器的2到4倍，它的存储空间也就是闪存是传统路由器的64倍，达到了惊人的8GB。没错，那相对于手机跟电脑来讲，其实8GB 并不算是很大的，但是对于路由器而言，其实它算是非常海量的。那现在大部分路由器的这个闪存呢，其实只有128兆，可能你是无感的，因为你在各大电商平台去查这些路由器的闪存空间，基本上是没有这个参数的，除非你问客服，或者是自己拆机，你才能够看到这个具体的闪存大小。那为什么这么做呢？可能厂商觉得那么大的闪存空间有什么用呢？它是不想让你刷机的。再有就是，如果你把这个参数公开的话，那实际上是不好看的，因为电商平台应该体现的是这个产品的亮点，但你要是体现这个128兆的闪存空间，那岂不是缺点了？所以在电商平台你很难看到这个闪存空间的大小。那128兆能做什么呢？其实能做的非常少。基本上这个路由器，如果你不去刷机的话，你很难体现出这个128兆到底能做什么。但是刷机呢，又是很多人比较发怵的事情。所以说，像 GL 的路由器才有它的一个市场空间吧。当然了，其实闪存空间的大小，我们谈了这么多，可能只有咱们这个群体，就咱们观众这些群体才比较关心，因为咱们这批观众呢，他既认识传统的路由器，又认识软路由，所以他会比较介意和比较关心它的存储空间的问题。但是一个无线路由器当然是要测试一下它的无线性能和无线覆盖范围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找2个户型，我们分别来测试一下这个路由器它表现怎么样。简单看一下它的外观，
那实际上这款路由器跟它之前的 A-1800应该是同一个模具吧，就是整体是那种灰色的，我感觉是有一种性冷淡风格吧。它正面其实这边是有一个白色的指示灯的，然后背面呢是它的一个散热格栅，整体是被动散热的，这两边还有一个挂耳的位置。右边这4个呢都是千兆网口，最右边是一个 reset 重置按键，也就是双 2.5G 加4个千兆烂口，这边是 DC 电源。这次它 DC 电源呢给的是48瓦。其实我个人觉得48瓦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测过它的功耗基本上待机的功耗也就是8瓦左右。然后在这个机器的侧面呢，有一个 USB 3.0 的接口，你可以接 U 盘或者接移动硬盘，作为一个这个 NAS 的设备。当然，如果装第三方软件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接口。回头我们可以单独出视频讲一讲。好，我们这边通电开机之后呢，就可以输入 192.168.8.1， 然后进入到这个路由器后台。首先呢是初始化。这个是非常简单的，我们设置一个密码。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GL 的路由器跟其他路由器不太一样，就是它有2个腕口，就是这2个腕口你都可以自由的去设置。然后默认情况下，刚进来的时候，我们要点击一下同步，因为这个时间是错的。好，现在变成亚洲时间了，那这样的话它时间就对了。然后我们点击升级，看一下有没有新的固件。那目前是没有新的固件的。这边其实还有一个预览版，我没有勾选。就因为这个预览版可能都是一些开发的版本，不是很稳定。首先看一下它原生的这个界面吧。然后第一项呢，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联网的概况，包括它的几种方式，它支持这个有线中继模式，就是咱们俗称的 AP 模式，还有就是热点分享，就是比如说你把你的手机，不管是苹果手机还是安卓手机，然后插到它 USB 上也是可以使用的。再有就是蜂窝，这个蜂窝网络指的就是接入这个 USB 网卡其实这样的一个路由器一般不会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一个便携路由器嘛，对吧？然后无线方面，大家可以看到，默认呢它是开启了80兆赫兹。那我们点击修改的时候，这里面其实还是有160兆赫兹的，我们可以自由的勾选。再有就是 2.4G 的这个 WiFi 跟 5G WiFi 都是可以就是分别去设置的，包括这个访客的这个 WiFi。那访客的 WiFi 呢，基本上都是 192.168.9.1 的这个网段。然后这边是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呢就是看你现在目前已经联网的这台路由器的设备。然后刚才我说了，这个路由器特点就是存储空间非常的大，所以说你可以在这个软件包里面自己搜索自己想要的应用。它这个应用是非常非常齐全的，尤其这次内核升级之后，它的软件仓库就更多了。其他方面就是这个小的轻 NAS。那这个轻 NAS 非常简单哈，就是只要你在这个界面勾选了这个启用桑巴，然后插好 U 盘或者是移动硬盘，然后再设置好文件夹之后，你就直接可以用作一个小 NAS 了。我觉得还是非常方便的。然后再就是旁路由的功能，它可以一键开启，基本上不需要繁琐的设置。然后点击最下面这边有一个高级设置，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它还预留了一个这个原生 OP 的界面我们点击进去之后呢，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其实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技巧把它美化一下。那基本上美化之后，我给大家刷新看一下基本上就这个样子。我们再退出看一下。好，其实我们可以稍微用一些技巧给它美化成这个样子，不需要刷机。好，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界面呢，我相信大家就已经非常熟悉了。那这个界面实际上跟那个软路由界面是差不多的，但实际上它是 MT6000我并没有刷机，我只是装了几个我比较常用的插件，还有就是这个应用商店里面我也是手动安装的，所以这一点上来说呢是非常自由的。那首先是这个户型，我们分别测试6个房间 A、B、C、D、E、F。那每个房间呢，我们测3次，取个最大值吧。目前呢，我把路由器放在 A 点这个位置。那实际上无线路由器的位置对于这个测速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所以下面的这个测试呢，仅供参考。测试环境是联通2000兆宽带。OK， 我们马上开始。
好了，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是这样一个89平米的户型的话，那么一个路由器绝对是可以覆盖的。只不过每一个房间呢，它网速不一样。毫无疑问 ，A 点是最近的，它的网速达到了1600多兆，还是比较高的。那最差的就是厨房这个位置，不过呢，依旧是可以达到900多兆。我本人是非常满意的，所以我可能后面会考虑把软路由先撤掉，因为我感觉一个路由器就够了。当然，我们还会继续挑战更大的户型。那这个户型呢是农村的自建房，这是一个示意图，大约呢是160平左右。毫无疑问呢，使用一个路由器肯定是带不动的，所以接下来的测试呢，也仅仅是让你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像这种农村的自建房，它每个房间之间的墙体的厚度是比一般的这个楼房要厚多了，所以说这个也是对路由器造成了极大的挑战。我会把这个路由器呢放在 A 点的位置，使用的环境呢是北京移动1000兆的宽带。好了，马上开始。OK， 不难看出，如果是相隔1到2堵墙的话，其实问题是不大的。但如果说相隔3到4堵墙，那就有点为难它了。所以说这种大户型呢，我推荐还是使用这个麦氏组网的路由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测试一下有线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测试一下有线。那毕竟它搭载了2个 2.5G 网口嘛，这次呢咱们也不用电脑了，直接用手机比较直观。从 MT6000路由器的 2.5G 网口出来，直接连接手机。OK， 就这样，点击开始。好了，那关于这款路由器呢，我能说的也就差不多了。它既有亮点，也有不足。左边呢就是我总结它的一些亮点，双 2.5G 啊，硬件加速啊，1G 内存，8G 闪存。尤其是这个闪存，相对于传统路由器，它真的大了不止1倍，而是64倍。系统扩展性也非常强，不需要解锁 SSH， 不需要这个刷机。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机器的一些不足的地方，就是如果你是大户型的话，那它不支麦氏组网，所以说对于大户型的这个覆盖来讲的话，它肯定是有天然的不足的。正是因为它比较小众，所以说它在价格上也并不占优势。所以我最后总结就是，我觉得它比较适合想软路由和硬路由2合1的这些人，尤其是这个中户型的用户。今天这个视频呢，我真的是做了好久，如果大家觉得不错的话，欢迎帮忙点个赞。B 站的小伙伴呢，也欢迎大家3连。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